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热播台剧《模仿犯》奈飞上线短短5天就击下《黑暗荣耀》，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热播榜拿下冠军宝座。随着案情的不断推进，电视剧在揭开人性丑陋不堪的阴暗面的同时，对于人性的恶，整部剧时常让人不寒而栗。虽然说这部剧是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宫部美幸的同名小说，但不少网友发现，剧中在本土化改编时特别融入了台湾独有的靠音节目桥段，而多处出现的凶手接受媒体采访的情节，与上世纪轰动全台的白小燕命案有着惊奇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在台版《模仿犯》的编剧兼内容总监何新明接受记者采访时得到了证实。剧情的部分却有参考上述案件，而白小燕案件中出现的多次凶徒无差别伤害的情节与剧中的情节对比，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咱们就一起观察这起发生于上个世纪1990年代，至今仍是影响台湾最大的社会治安事件之一。这个事件不仅在当年引得全台人民人心惶惶，更是创造了亚洲电视史上首开先河，抓捕现场实时直播，犯罪分子在犯罪现场直接接受电视台采访的电视史上的奇观景象——白小燕绑架案。鼓励大象马上开始。你看呢？只要他们不进攻，当然可以啊。您需要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啊。白小燕绑架案之所以当年在台湾社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我们不得不提当事人的母亲白冰冰。可能1990年代以后出生的朋友对于白冰冰这个名字会有些陌生，但白冰冰在上个世纪两岸三地的华语娱乐圈的确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1997年，白冰冰作为歌手出道，而后前往日本发展。期间与日本知名作家、漫画剧本家尾原一起结婚，并生下一女，即本案的受害人白小燕。但婚后的白冰冰不堪忍受丈夫尾原一起的花心风流，且对自己长期施加家庭暴力而离婚。两人的女儿白小燕的监护权归白冰冰所有，其后带回台湾，由其本人及其父母抚养。1997年4月14日，就读于台北县林口乡醒悟中学高中部普通科2年32班的白小燕，下午放学后没有按时回家。时年接受记者采访的白冰冰告诉媒体，她并不想让白小燕觉得自己是个艺人的孩子，就需要得到特殊的照顾。小燕也是个乖巧的孩子，平时都是自己上下学，放学后很少出现不按时回家的情况。但根据后来警方调查的情况表明，白小燕在当天上学途经林口乡忠孝路时，就已遭陈建新、高天明、林春生强行带离上车，载往位于五股乡西去路的出租屋内。随后在出租屋内被3人用黄色胶带缠绕头部、颈留鼻孔，再以白色绳索捆绑。当时就用立可拍相机拍下了3张遭遇绑架的照片。当晚，白冰冰接到了歹徒的电话，电话中白冰冰被要求前往桃园县龟山乡长庚高尔夫球场大门口守卫室旁的墓园。到达目的地的白冰冰，除了发现女儿的物品以外，还有歹徒要求500万美元旧钞票的绑架勒赎纸条，特别要求这些作为赎金的钞票不能连号，另有女儿3张裸体和1截小指头。纸条上的字迹虽然潦草，但白冰冰还是一眼认出了这是女儿的字迹。后经证实，白小燕是在已经被断了小指的情况下，忍着剧痛，按照歹徒的意思写下的纸条。此时的歹徒并未告知白冰冰需要前往何处交付赎金，但白冰冰已经被吓到六神无主。随后，白冰冰在其兄的建议下报警处理。警方接获白家的报案后，成立了0414专案小组，准备在交付赎金时缉拿凶徒。很显然，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规划、有分工的团伙作案。案发后第2天，凶徒再次来电，警方也早早布下刑侦设备，想通过歹徒使用的移动电话锁定对方所处的位置。似乎警方低估了歹徒的反侦查能力，对方使用的移动电话经过技术处理，警方无法掌握具体的行踪。专案组严令要求，在没有确保人质安全的情况下，白小燕被绑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对外透露。但无孔不入的媒体不知道从何处得到消息，白小燕遭绑后，《大成报》和《中华日报》在人质未获安全之时就发布新闻，生怕落后于同行，不占先机，置人质安危于不顾。TVBS 与《立早早报》更是刊登了被害人的裸露照片，
随后引发民众不满，特别是白冰冰的严重抗议。幸好上述媒体的影响力尚不广泛，加上当局要求加急追回已经发行的刊物，算是亡羊补牢。4月15日至19日期间，凶徒多次来电，并多次约定取款地点，共换了7次地点，从台北市到台北县，再到桃园县，但一直不见踪迹。受到惊吓的白冰冰为确认女儿尚在人间，在凶徒来电时声泪俱下地求着凶徒让自己与女儿通话，都被拒绝，只能询问一些母女间的小秘密，从而确认女儿还活着。接下来的4天，电话那头的歹徒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声响。直到4月23日，歹徒终于再次来电，约定在新竹市交款，不过歹徒再次爽约。这里请大家稍微记下这个时间节点，稍后会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要与之对应。隔天后4月25日，歹徒再次约定在桃园取款，但仍未现身。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全岛的各路媒体虽然没有再次发布关于白小燕被绑的新闻事件，但白冰冰的家门口已经被各大媒体24小时围得水泄不通，生怕错过了一丁点儿的内容。虽然警方在白冰冰交付赎金时用乔装打扮过的出租车跟着白冰冰送赎金的车辆，但魔幻的一幕出现了，在出租车的后面是架着各大媒体的长江短炮采访机器的车辆紧随其后。尽管警方下车要求记者求求你们不要再跟着了，但收到的回复却是别家不走，我们也不走，好吗？这是为了流量啥也不顾了。这也是后来让民众对媒体伦理产生严重抗议的主要原因。大部分的民众认为，你们这么围堵在别人家门口，以及跟随白冰冰交付赎金的车辆，不仅影响警察办案，这不是明着告诉凶徒被害人家属已经报警，人质的安全肯定无法得到保障。警方根据几日来歹徒要求交付赎金的地点，推断出歹徒的基本活动轨迹，决定在台北县三重市等5个地点同步搜索。期间逮捕了共犯林志能、吴在培。同时，另一路警察在三重市的一个居民区内发现了主犯陈进兴和林春生的踪迹，立即围捕。双方发生短暂枪战，但仍被2人逃脱。此次行动，陈进兴的太太张素贞因企图掩护陈进兴逃跑被警方逮捕。经过此战，警方与白冰冰商议，根据歹徒的行动路线，警方推断出白小燕应该还活着，但如果继续和歹徒进行猫和老鼠的游戏，特别是各路媒体的紧追不放，人质可能会越来越危险，需要尽早发布通缉令。当天上午，白冰冰举行了新闻记者会，声泪俱下的请求全民一起救救白小燕。随后，各大媒体均以头版头条扩大报道，几十家媒体记者与电视台卫星新闻转播车举报白冰冰家门口。4月27日，警方以亲情攻势，发动歹徒亲人于电视上公开喊话，要求歹徒释放人质。然而，就在歹徒亲人公开喊话的第2天，也就是1997年4月28日，白小燕的尸体被发现。绑匪在撕票后，将尸体弃于台北县泰山乡的中港大排。医师杨日松勘验后，初步判断死者的死因是以尼龙绳从正面勒毙，死亡时间推断为8到10天。家人们，刚刚咱们一起记住了一个时间节点，还记得吗？按此推断，也就是说，白小燕早在被绑架后的第5天，4月20号左右，也就是绑匪在连续沉默的4天里，就已经杀害了白小燕，或者更早。根据法医的勘验，确认白小燕在生前头、腹部遭受重击，导致肝脏破裂，大量失血，体胸腹间存有多达500毫升的内出血，遭切除的左小指断指，以细铁丝紧捆止血。死者的生前遭受过严重的凌虐强暴。警方宣布全面追击在逃嫌犯陈进兴、林春生、高天明。此后，警方陆续在各地展开大规模的追击，至此3人开始逃亡。1个月后，1997年的5月24日，警方根据重大嫌疑人陈进兴妻子的弟弟张志辉的口供，他曾于5月上旬送食物到板桥市大关路一间工厂内给陈进兴等人。检察官于23日率大批人员到大关路一带搜索，但无所获。随后，侦办此案的板桥地检署收到了在逃嫌犯
林春生、高天明、陈进兴三人和解，并案有指谋的现实性。信中指称，绑架案是他们三人所犯，与在押的人无关，要求释放陈进兴的妻子张素贞及其妻弟张志辉等人。林春生、高天明、陈进兴三人在6月到8月逃亡期间，先是绑架台北县议员蔡明堂，得手500万新台币。蔡明堂受到惊吓，不敢报案。整件事情在陈进兴落网后才得以曝光。后又勒索台北市北投区某陈姓富商，再次得手500万。8月11日，陈进兴持枪侵入台北市富阳街民宅，捆绑屋内女子3人。接警后，警方在楼梯间巷道内与其3人发生追逐枪战，其中警员张瑞荣身中2弹。陈进兴抢夺路人自行车，趁交通高峰期间沿和平东路向北逃窜。如果说上面发生的事情是逃犯逃亡过程中为了活命的拼死挣扎，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简直是人神共愤。1997年8月19日，民众检举在台北市五常街53巷、龙江路328巷附近发现林春生和高天明，警方派遣巡逻员警曹立明与黄庆才前往查看。林春生和高天明分持手枪和乌兹冲锋枪拒捕，警员曹立明中弹殉职，黄庆才负伤，林春生则被随后赶来的支援警力逼往防火巷中，身中6枪，当场身亡。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其负伤后自尽。事后有民众目击声称，高天明骑着抢来的机车出现在事发现场附近，警方出动800多名警力逐户搜索，但无所获。这次的行动就是后来被称为五常街枪战的围捕行动。此次枪战创下了很多纪录，包括警方第一次出动了维安特勤队，出动史上最多警力，也是台湾电视台第一次现场直播缉捕凶徒的枪战场面。尽管全台警方倾尽多方警力，凶狠的歹徒似乎总有办法逃避警方的围堵，而同时又胆大包天，沉寂一段时间后就会出来兴风作浪。10月23日，台北罗斯福路1段的方宝芳外科整形诊所发生命案，医师方宝芳、妻子张昌碧、21岁的护士郑文玉等3人被黄色胶带蒙住双眼口鼻，并绑住手脚，用手铐反铐双手后射击头部，一枪毙命。后被证实，高天明与陈进兴强迫医师为高天明进行整容手术后杀人灭口。护士郑文玉死前更遭到陈进兴的侵害。这个高天明莫不是真的以为把双眼皮变为单眼皮，做个颌骨垫高术，民众就真的认不出来了吧？这怕不是电视剧看多了吧？事情还没过去1个月，高天明就色胆包天地前往台北市石牌路的风月场所找小姐。警方接获线报前往围堵，双方发生枪战，高天明无路可逃之下举枪自尽。截至目前，在逃的3名嫌犯中，林春生、高天明都已在围捕行动中被警方现场击毙或自尽，还剩下陈进兴1人。根据10年警方被访记录显示，陈进兴本人在3人当中并不是最为凶残的一个，他本人相对来说比较听命于其他2人，通常都是躲到最后的一个。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与这个说法大相径庭。1997年11月18日，陈进兴于午间闯入了台北市一间民宅内，企图强暴一对沈姓姐妹未果。警方接报后立即展开围捕行动，但狡猾的陈进兴再次逃脱。根据陈进兴后来在警方的口供显示，此时的陈进兴自知已经无路可逃，如果还想有一线生机，就必须把事情搞大，把事情升级成国际事件。当日晚间7点多，刚刚逃脱的陈进兴潜入了南非武官大使官邸，挟持南非大使馆武官卓茂奇上校及其太太安妮、大女儿梅兰妮、3女儿克里斯汀及7个月大的小婴儿小扎克共5人为人质，并打电话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声称自己遭到了司法迫害。晚间8点整，警方接获报案后赶到现场，相持不下之际，晚间9点50分，双方发生枪战。晚间10点05分，枪战中榴弹不慎误击打伤卓茂奇和大女儿梅兰妮。此时的官邸内外乱作一团，岛内外几十家新闻媒体聚集现场，直播了这场颇具荒诞魔幻色彩的绑架事件。晚间10点13分，通过警方喊话，陈进兴同意警方进入官邸，将2人救出送医。为了抢得独家头条，各路媒体起招频出，眼看外面的警官及政府官员被他们已经问得无话可说了。当晚12点，联合报记者张宗志直接把电话打进了陈进兴与人质所在的官邸，访问陈进兴。陈先，我现在在电话当中我可以听到那个小孩的哭声。您也是一位父亲，您打不打算让这个小孩以及其他人能够现在平安的离开呢？
只要他们不进攻，当然可以啊。您需要怎么样？我死了就可以啊。对，您需要。之后包括台视主播戴中仁、TVBS、中视、东森、超视、法新社等岛内外10余家新闻媒体相继抢线拨打电视访问。通过电视台直播，全台观众直接听到了陈进兴的声音，大谈他犯案的心路历程，成为台湾电视史上的奇观。此次事件更是成为电视史上的负面教材，后被民众批评，有将歹徒所作所为英雄化的嫌疑。在电视文化研究委员会所主办的1998岛卫新闻大餐票选活动中，该次事件被评为杀人犯在电视新闻画面中公开事态，述说自己的不满，恶言尽出，誓言报复，使电视成为犯罪的传声筒，票选为该年度3大岛卫新闻的第2名。各大媒体为抢占先机，战线与歹徒持续通话，即使问到无话可说的时候，也不肯挂断电话。中视当班主播周慧婷更是要求他在电话里唱《两只老虎》给孩子听。主播李涛甚至当场公布了白冰冰家里的电话号码，并要求他拨打。陈进兴在受访过程中一度动怒，大骂《三字经》。此举造成官邸电话线路持续占线至次日凌晨5点钟，直至早上7点20分，板桥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张振兴才对陈进兴通过电话制作了3个小时的笔录。早上10点40分，警方安排正在收押的陈进兴的妻子张素贞进入官邸与陈进兴谈判后，陈进兴于10点48分释放了7个月大的婴儿小扎克。谢长廷于下午2点37分进入官邸与陈进兴谈判。陈进兴于下午4点30分释放了3女儿克里斯汀。下午5点16分把2把手枪交给了监察委员叶耀鹏。下午7点50分释放了太太安妮，并交出最后1把枪给谢长廷，宣布投降。陈进兴落网后，经由 DNA 比对证实，他在逃亡期间陆续犯下了19件以上的侵害案件，受害者年龄上至60岁，下至13岁。陈进兴在逃亡期间侵入民宅，还时常当着受害者亲人的面进行施暴。强暴后，他还大吃大喝一顿。抢劫财物后，恐吓受害者，如果报警，一定回来报复。许多受害者因而晋升。经办此案的人员透露，实际受害者远超19人。陈进兴个人则是坦诚，逃亡期间至少侵害了50人以上。1998年1月23日，板桥地方法院宣判，判决陈进兴5个死刑，2个无期徒刑，其弟张志辉无罪，当庭释放。妻子张素贞日后也被判无罪。受害人家属白冰冰对此判决表示不满，认为2人之前对于命案一定知情，正义未获彰显。但是白小燕是一张白纸，她只是一个小孩子。12月24日，最高法院判处陈进兴3个死刑确定，依法可立即执行枪毙。检警考量到白小燕命案仍有共犯等细节未厘清，陈进兴可能仍涉及其他重大刑案，以及当时惩治盗匪条例存废争议等因素，并未立即执行枪决。1999年10月6日，陈进兴于土城看守所枪决伏法。电视剧《模仿犯》里面有这么一句对白：谁都有可能是受害者，谁都有可能是凶手。拿来作为本期节目的结尾，我想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从白小燕绑架案初期到陈进兴于土城看守所伏法，整个媒体圈的推波助澜，可能直到今天都没有办法说清这期间到底有多少人受到伤害，又有多少人成为这场电视真人秀的参与者，或者你我也在其中。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健康顺遂。